华夏文明数千年，纵横南北脉相连。有据可考的，除了戎羌文化的百万秦兵马俑，初见甲骨文的安阳殷墟，玉琮王地位无以复加的良渚文化，还有蚕丛及鱼凫、开国何茫然的古蜀。都说四川有个地方安保很严，发掘现场不让拍，不行，越是难拍越是拍。大家好，我是看得起豪宅大叔。今天我们来到成都的北面，广汉。我知道大家对这儿的无价之宝啊都太熟悉了，所以啊，咱们得整点新鲜的宝贝，去盘一盘刚出土的小秘密。三连队，走了。三星堆博物馆占地1000亩，园区环绕着水系，仿古祭祀台复刻着奇迹，八卦太极的地面经历过岁月的洗礼，站在中央祭祀坛说话的回音有点神奇，螺旋向上的建筑里有老馆上新的证据。废话不多说，先出示核酸报告，再戴上口罩，取中道进馆。排沙减金陈列在这儿的都不简单。看陶器序，不同时代的器皿、炊具、瓮罐、餐具，是不是觉得那会儿都如毛饮血呢？那大家再看看这款，一个沉溺于美食的讲述者，浓缩火锅的精华，又不是它本来的魅力。倒上水，添加下面的火，除了能第一时间感受热量，更有不同食材的选择等待你的挖掘。记住它，然后带走它。咱就是说啊，3000年前国人对陶器就是各种控，到现在什么宜兴紫砂壶、江西瓦罐汤、广东煲仔饭都是弟弟。前面10米乘7米的折叠屏，重点不是视听黑科技，而是象牙与散落青铜碎片的层叠关系，让秘密不再是秘密，让科技没有距离。三星堆目前出土的文物有很多件，节省时间啊，文物咱们就看国家一级的，而且是那种禁止出境的那种，跟四羊方尊、司母戊鼎得是同级别的。第一件祭山图一张，通长近55公分，非对称一体打造，天地人云纹缠绕，祭祀于神交通道。第二件金杖，通长143公分，鸟公于赞刻纹理。至尊系的神秘图语，感受下那会儿无上的权力。第三件青铜大力人，通高2.6米，侠士远及的巨木，3重1回纹高冠，手中握持的是什么器具？等待屏幕前你们的脑洞解读。第四件青铜神树，树高3.95米，基座如神山，神山生巨树，巨树复盘龙。有人说扶桑神树愿力十足，无需叩首，弹幕许愿，先来先有。看完通天、通地、通灵的神器，咱们再来一点 Q 萌的。赛博朋克机器狗，来自 M78星云的奥特曼，贵好我不是 Team。对了，这里大大小小一共有14副青铜面具，17副青铜人头像。我挨个介绍下去啊，担心太枯燥，索性咱们一起做一个实验，把所有面具套娃一张张叠在一起，看看有什么效果。咱们可以看出，大部分面具无论是高矮胖瘦，都是中轴对称，头平面方，目凸嘴宽，阔鼻展耳。有个细节，很多耳垂带圆孔，这种装饰审美啊，我懂，延续至今。但额头和太阳穴有方孔。有懂考古的小伙伴吗？给来波科普。对了，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已经动工，灵感来自古蜀之眼，一种跨时空的凝视感。坡面造型消隐，照应有序严谨，从57家国内外设计公司胜出的。1到5分，大家能够给打几分呢？甭管打几分吧，等新馆竣工之后，咱们可以再来看一波。
说话修复馆就到了，这里有上过春晚的青铜大面具，还有裁剪皇军面具的原版。全封闭式的玻璃舱里，出土文物的存储修复，高精仪器的鳞次栉比，有点像呵护新生儿的婴儿房。再娇贵的文物啊，到这儿都没啥脾气，就像刚才咱们看到的青铜神树，1340块碎片，师徒二人修复了10年，才有咱们看到的顶天立地。说实话，属实不易，点个赞。我知道大家都想看看这些老物件都是从哪儿来的，也就是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现场，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黑科技。喜欢硬核的小伙伴，来把你的赞拿在手，跟我走，去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盘一盘。一进门，10米隔山门两侧，一侧是郁郁葱葱的竹林，挡住了视线的去处；一侧是高墙刺绳电网，下面还配了所在的地图。二进门，非透视的铁艺大门，2米多高的红砖护墙，监控很到位。三进门5米多高，嵌在4面镂空的钢混结构上，建筑整体面积2000平。没错，这个就是造价3000万的考古大棚，不花哨，很实用，因为里边内藏乾坤，咱们一一解锁。进门上楼梯，旋转吊臂让运载很便利，旁边的实验室让应急保护没阻力。第一个保护室检测文物微观世界的一点点不一样，第二个保护室控温控湿，让象牙织物木器保持原样。第3个保护室让各种无机物整体提取不含糊。第4个保护室透视肉眼无法发现的微痕后面的蛛丝马迹。后边文保和考古工作室啊挨着，让发掘和保护互为 buff。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啊是尽可能让刚出土的文物更加的原汁原味，不变形不掉色，任何细节都不错过。但这太难了。大家看一下西安原质研发的这款系统，随时监测考古现场的环境数据，实时分析温度、湿度、二氧化碳的浓度、露点、霜点、光照紫外线强度。作用啊是让出土环境和土下环境尽量的保持一致，偏一点儿都不太行。业内有一句行话叫干千年湿千年，干干湿湿就半年。所以24小时监控的传感器遍布在4座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，外边看吧，方方正正，平平无奇。智慧空气调控系统啊，得打个 call。国产海尔的，像这种考古级别的呀，不做广告，看功效，种草了。有机会我整个民用的试试，如果好用的我就抽给大家，行吧？换装，咱们到里边零距离接触一下。电动葫芦体积小，自重轻，悬在龙门架上，方便提取小件器物。移动横车非接触式入坑，吊装大件和清理局部，全方位无死角。新风系统，国产格力的，进风口在这儿，出风口在那儿，双向循环，温湿度拿捏的是死死。专业机器扫描坑内3维结构，专业软件立体贴图，形成一个有大小有位置关系的数据。里边无论有1个币还是2个币，都可以给这儿扫描的明明白白。还有这儿不让拍照，即使得到允许，也别开闪光灯，因为细小的光照变化会带来文物颜色的变化，跟敦煌壁画是一个原理。同样，人流控制也是必须的，因为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对文物也是一种侵蚀。所以啊，咱们抓紧出舱，到外边呼吸也是对里边的保护。三星堆看完了，也没看完，看完的是啊。在这里发掘的完成式和进行式，没看的待发掘部分是今天看到的千百倍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发掘了近100年，只占到整个遗址的2%。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，北部的西玄坎，东部的狮子堰等等，这些都没开始正式的发掘呢。为什么？因为肩挑背扛这种原始方式对考古，尤其是文保是一种伤害。我们都不想兵马俑再素面朝天，也不想敦煌失去它飞天的颜色，而这些需要有更多科技的加持，保驾护航，更需要一个坚实的后盾。这个后盾既能让天问1号探测器登陆火星，
又能将软体机器人深潜到10900米的深海，还能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为碳水。诚然，这条复兴之路注定筚路蓝缕，但无论是自然万物的兴霜荏苒，虚拟世界的风举云摇，亦或是现实世界的寸积珠累，三星堆都在这里沉睡数千年，芳华带着，一醒惊天下。OK， 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觉得还行就点赞、关注、转发你身边的朋友。我是爱叔，豪宅就这么回事儿，咱们下期见。